02号的电影声波先出了，但是呢，我今天试玩了一下，真的是玩麻了。咱慢慢来说吧。首先，我先给大家留2个问题。第一个，这款声波为什么不做配 MPM 比例的？第二个，明明非常不错的一个设计，为什么要找这家代工厂来做？盒子外包装上面是一个产品的实物照片，可以说啊，这个造型来说确实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这个涂装非常好啊，拍照拍出来以后这个美图效果可以的。纸品方面也非常贴心，它有2份说明书，一份是人变车，一份车变人，正逆变都有，还给你画2份，这个着实诚意十足。就靠这些卡扣其实就已经足以把这个车门扣上去了，但是这里边的球关其实完全都接触不到了，所以你做这个球关的意义是什么？只是为了把它连接在一起。为什么连接在一起又要脱开呢？这个球关在里边跟这个球碗完全都够不着，接触不到。这是哪个代工厂干的？说实话，这个变形的过程真的太难了。难点不是在于它的设计结构，难点完全就是在于做工上边了。你无法把它一体变形，有一些地方你甚至无法把它密合。问题就是这个做工。我说实话，玩这个声波的时候，我真的有一种在当时 MPM04 玩的时候的那种感觉。明明是一个非常棒的设计，全部毁在了代工厂上边。其实来说，变完车型以后是非常漂亮的，对于这个声波电影里边造型这个车型的还原度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再加上身上这一身漆面，我刚才说了，它并不是一个银灰色，它这个颜色有一点枪铁色的味道，但确实涂出来非常的漂亮。很可惜的是，车的玻璃并没有用透明的材质，只是上了一层黑漆。那想象一下这个地方的一些分件，包括它这个地方的一些变形的过程，如果用透明件来做的话，那会更危险，这地方说断就断了。所以呢，涂全黑漆的话，可能也是这个取舍下来的一种选择吧。那倒是也不挑它什么，毕竟是一个 SS 的比例啊。但如果我说啊，它要放大到 MPM 比例，或者说是配蛇厂家那个更大的比例的话，这里如果做成透明的零件，效果绝对会很好。而且如果你把这个根部连接的球形关节改一下，让它的活动范围更大一点，其实这个地方是完全可以实现欧翼门展开的那种味道的。背后这里如果能从这个地方增加一个旋转的关节的话，其实也能模拟一下打开。但是也别奢求那么多了，目前来说这款玩具它连一体变形都做不到。各种各样的在飞零件掉零件的时候，对于一款变形金刚 IP 下的作品来说，这种体验是最糟糕的，没有之一。好言相劝啊，真的，如果说你再想做那款外战柱子的话，也千万不要用这个代工厂了。玩具实验室这是一个新的品牌，千万别玩火。你在品牌创立之初，第1款、第2款作品的时候，你出现这个素质，这已经不是滑铁卢翻车的问题了。现在的玩家可不惯着你这个，现在的第三方也不是10几年前的市场。说不买账，玩家真不买账。你的设计再棒，架不住这个品质，真的无法驾驭。首先变形第一步，我觉得就直接卸掉吧，它是无法一体变形的。这个地方打开卡扣，进行一个 Z 字的拉伸，解开这一块，处理的效果非常聪明，但是这个连接的杆壁太薄，这里非常容易断。建议如果放大的话，这里变成合金件。脚踝折一个90度立起来，当然这个地方应该先折叠一下，然后往后放 Z 字折叠拉过来，我们把脚后跟这个地方处理好，脚尖这个地方就变完了。接着从左右这里拆开，打松，下方这里拆开卡扣，打松，然后先把腿部拧横，从这里掀开，从这里掏一下，哎，
这个地方的灰色零件腾开，然后整个的旋转出来，然后拧一个90度立起来。这个地方要注意啊，它这里是有2段关节的，上方这里是你的人形膝盖可动的关节，下方带螺丝的才是你需要变形的位置。然后延展开这一片，收起来这一片，往里折叠打横，再旋转整体，从中间这儿插入卡扣，把这个腿包起来，一条腿就变好了。其实说起来步骤并不多，也很巧妙的零件利用。另外一边，先把后边的尾灯稍微的翘一下 ，Z 字折叠拉开，然后打横这里，解锁开这个边缘，再打横这里，再一个折叠翻到脚后跟去，把这只脚变出来，胯部拧横，翻出白色的零件。从这里撬开，整个的往出掏，进行一个旋转，掏到底，再折叠90度上来。好，这个关节才变到位。打开装饰的零件，收纳起玻璃的边缘，往上立90度，再把这一圈整个的旋转过来，卡扣套入，结合。腿部变形完毕，真不错。再变前半个车，这个的变形过程就非常抓人了，让人暴怒的一个变形过程吧。首先我们要稍微的挪动，哎呀，还是掉了。稍微的挪开这个地方的球关，把车前方的保险杠下方这里有一个卡扣啊，哎呀，好，我尽量捏着它，假装能一体变吧。看到这个卡扣没有？拆开这个卡扣，然后顺着这个球形关节往下折叠，折叠完了以后摊开，把这一块旋转一下，再打开中间的卡扣，把这个地方卸松，然后直接的往后转。另外一边也是，打开这个卡扣，让过前方的保险杠位置，还是掉了，去你奶奶个嘴儿的吧！然后注意拆这个地方的一些卡扣的关系啊。首先打开这个地方连接着胸板的2个大一点的卡扣，然后再拆开中间这里的卡扣，让整体炸开。前方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卡扣，顶一下，把它拖出。好，稍微的揉一下，揉合开，接着往起折叠90度，从这边看。好，腾开零件，折叠，2个胳膊现在就解放出来了。立起来肩膀，打开上方这个地方的卡扣，卸松，整个的往后掰，掰过来以后啊，注意这个地方，我们把零件要先让过去，提起来，旋转180度，车头的位置整个转过来，中间凹槽的位置，这里连接的这个插孔，我们把这个双段关节错一下，尽量的往里塞。好，把这一块整个的叠进去，塞到孔洞里，再把前边拆开的这个小零件往下折叠，折叠到底。拆胳膊这个地方的咬钩卸开，卸开以后拉出来，手掌摊开，然后旋转一下，这个地方拉松，这块面板旋转一下，放好。先转过去，不要影响到其他零件的变形。再拆这个地方的卡扣，这地方都是双段的关节，我们把它卸松掉，拉开，然后后方这里的一个小零件立起来，这是胸口侧面的，
把它拧个180度放到后面，肩膀这里立好，后方这里再往上提一档。提一档提到什么位置呢？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桩，把这个卡桩跟板件先固定好，找准了卡扣。侧方的这个板子再根据这个地方的卡扣结合，定好位置，这块立起来。一条胳膊先变成这样的一个角度，我们看一下两边变完以后的效果。另外的一条胳膊我们接着来变，拆下方的钩子，拆松，打松，斜下来，手掌摊开，然后把这个零件旋转180度，手腕拧一下，把它往回贴回来这个凹槽里。尖头的零件拆的时候注意，它下方有很多的维度卡，都拆开，双段关节先拉松，然后这个双段关节也拉松，顺着上方的关节往后折叠，让灰色的零件全变到前方来。接着腾开这里，把胸口左右两侧的造型件翻起来。后方这里的零件原来在这儿，把它立上去，然后找这个桩子对这个洞的位置，把这里固定。根据下方的这个双段关节搓动一下，卡到位，套合上去。接着再根据这个双段关节找侧面的卡扣，把这里定到位。一条胳膊变完，这两个零件也翻上来了。那好，现在还是不要结合啊，我们把这里还要打松掉，然后打开后边的这个板子和轮子的旋转的时候，腾开这里所有的空间，我们要把这里转一下，然后往过翻。就是注意在翻这个的过程中啊，你要旋转一下这两个造型零件中间的转轴，因为最后嘛，它是一个 Z 字折叠收回来，这样放在这里的。其实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地方转好，免得后边再调整。Z 字折叠放在肩膀的后边进行一个固定，稍微打开这个地方的造型件，把上方卡扣插合，脑袋放好，定好这一面的装饰板，然后再把这一块立起来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经常掉球冠的这个玩意儿装回去了。这里有一个凹槽，这个球冠完全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啊，因为这个尺寸就不对。但是当你扣上来这个胸板以后呢，这个凹槽里边刚刚好会卡住这一块零件，就把这里固定了。然后外边呢再包一层这个造型的甲，胸口这两块终于不掉了。这球冠根本就不起作用啊！但是这个胸包完了以后，这个层次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个边缘这地方的飞边啊，也卡着它。好，让过来了，这个精度真的太是问题了。让过来以后，把胯部再往起折，打开左右两个胸的肋甲吧，其实不算裙甲，肋部。肋部打开以后，根据这个凹槽，然后把这两个卡扣插到这两个洞里，找准，哎，插上以后了，这个稳定度就好多了。正面我们基本上已经变完了，最后就是这个背包，旋转180度翻折起来，把这零件卡到底。然后明明可以一体变形，最后却变成了插拔的两个车门，球冠卡进去。其实来说啊，要是车变人的话，这个逻辑还是非常清晰的。但问题就是，
真的挺好的一个设计呀，它真的设计的不错。我现在就采访一下各位评论区弹幕区的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一款玩具实验室的小声波设计咋样？造型设计、人形车型各个层面的来说，你能给几分？先别说做工，就说它设计的根源能给几分？可以说这个声波的造型也是我非常认可的那种，身上各种各样的零件啊，它都是在变的。首先是这2条腿，我觉得还挺满意的，起码长度够了。背包这里整合的非常的干净，在一些细节的勾勒、板件的刻画，包括涂装的一些细节点缀，都能做到很好。再加上身上的这些真零件变形出来的东西，你所能看到的汽车板件都是用这个真车变出来的，它的假零件运用非常的少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款本身来说，它的设计我是非常认可的。也别说这个东西变形复杂，电影玩具就该复杂，也就该把这些真零件变到它的身上，这个才是电影玩具所能展现出来的一些魅力。但问题就是这个代工厂太拉了，拉到了什么程度？我尝试了一晚上，我无法把它一体变形出来。你总会在变形的过程中，再小心翼翼，它都会掉件儿。主要的原因是球关，我觉得一个是用料的问题，一个它可能尺寸都没算对，球的大小和碗的大小不吻合，所以特别的容易松脱。另外就是在这些关节的处理上边，因为是小比例嘛，它这个尺寸很小，所以它不需要到什么齿轮关节啊，在这些轴的地方稍微有点力度它就能站得住，这点是很好的。但我还是希望这么好的一款设计不应该被这家代工厂所埋没，你真的不如把这个东西的设计级别以及它的设计新颖程度，还有它处理完的2个形态的效果，完全可以放在 MPM 这个级别里边把它放大，然后在身上一些比较危险的结构，比如说无法一体变形的这个球关上边，还有在这些胳膊肘、膝盖这些易断的位置上边，给它做成合金件来增加它的稳固度，包括脚踝这些小的零件，换成合金，涂装你都不用再怎么改，这一身涂装已经非常不错了。造型方面，不论人形车型都可以了。唯一要改的结构，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个车门连接的这个关节位置，把这里这个球关啊稍微的改一改，让这个车门如果能真正的在车型的时候啊，像欧 E 那样的真正的打开，那这一点做的就是非常棒的了。可以说啊，我非常喜欢的这款的设计，但这个做工啊，它的料子啊，也不能说这个料子特别不好吧，它的料子还挺有韧性的，它不是那种特别容易断的。但问题是它细，你再怎么样它架不住这个料细，所以我在想它真的是应该放大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这个玩具实验室选择了 SS 的这个比例线来做这么迷你的一个声波，而它的细节是完全够它升到一个 MPM 级别的一个比例。我们拿一个官方 V 级别的老 V 跟这个声波放在一起比一下大小，这是官方现在的 V 级别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声波它究竟有多大，这么点一个尺寸，可以说它就是现在的一个 SS 的 D 级别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细节，其实就算在如此小的一个 SS 比例里边，它对待的这个东西刻画的态度啊，起码也是按照 MPM 来做的。首先这颗头雕做的就挺不错的了，虽然说因为尺寸小吧，有一些细节并没有办法100%的展现出来，但这个板件的细节刻画我觉得已经可以了。再加上这上面这些涂装还有细节的勾勒，真车头变形出来的胸，这些板件的刻画，腹部的涂装，胳膊上的细节处理，尖头、轮胎，包括背包、腿部，这细节做的真的都非常不错，也能感觉出来这个设计师做东西啊，他还是非常有想法的，而且
对于这些细节刻画来说，还是挺有诚意的。配件方面会带一把小枪，而这个小枪的造型刻画也不错啊。插入的时候是滑道，滑在这个手心里的。来看一下可动吧。首先头部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，点头抬头稍微的也有一定的幅度啊。肩膀这里360度是可以旋转的，但稍微会被这里挡一下，当然无法转整圈了。肩头这里平举的话，你要把这个东西往后挪一点，这个造型的零件是可以举平。胳膊肘屈到90度，然后大臂看似这里有一个关节啊，但这个地方不能旋转，这是变形的需要。它旋转的时候，胳膊平转是从这个肘部的位置平转的，手腕可以旋转，还可以往回窝。腰部这里这就无法实现转腰了，也是因为变形结构限制了。胯部前踢、后踢，这里是一个球形的关节，所以活动的范围还挺大。膝盖这里也能折到不到90度吧，70-80度的样子啊。脚踝左右甚至有接地，前后这里也能动。我现在对这个东西的评价没法说不出来，太伤了。对于这个设计师来说太伤了，真的特别棒的一个设计，从里到外，从车到人，从变形逻辑到涂装到这些细节的刻画，它除了没有转腰，剩下的都已经设计师能想到的全想到了，太棒了。这个做工太拉了，破制作水准甚至连壁上村都不如，活活毁了一款神作。就2个点，第一个一定要换代工厂，这么好的一个设计不应该毁在代工上边。第二个，真没必要做这么点儿，就这个水准放在 MPM 的素质里边也是可圈可点的。目前来说没有断，但是有白痕，料子真的不行，它这个料子太差劲了，要硬度没有，要韧性没有。而最后呢，公差的问题又导致了球关，这个料子绝对不能做球关，甚至就这些转轴的地方也是很容易脱开的，特别容易松。车顶那一块就更别提了，飞边特别严重，尤其在反折叠这一块零件的时候啊，特别不好折叠出来，你得小心翼翼的把它顶着来。所以说终极体验这一款声波是相当差劲的，但设计理念是非常高级的。